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解读罗切斯特大学的一项最新发现。这项关于猕猴视觉皮层的研究证明，视觉任务学习会显著增加神经响应的信息冗余度。科研团队发现，大脑在掌握新技能时，并非在做减法，而是让神经元之间产生更强的默契，通过这种信息重叠来提升系统的任务表现。常识认为熟能生巧，直觉上大脑在学习后应当剔除冗余。在这种认知下，神经元理应各司其职，让系统变得更精简高效。然而，针对猕猴视觉皮层的实测数据揭示了截然相反的真相。科学研究发现，学习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去冗余，反而让系统内部的信息共享程度大幅提升。关于大脑视觉处理的机制，学术界存在两大阵营。经典视角将大脑视为纯粹的像素解码器，认为学习是为了做减法，通过消除神经元之间的相关性来提高效率。而生成式推理阵营则将大脑定义为动态的预测引擎。该理论指出，学习过程其实是在做加法，系统通过贝叶斯模型自上而下地传递先验信念，使得神经元之间主动分享信息，进而导致了系统冗余度的显著增加。研究团队对2只恒河猴进行了长达数周的视觉辨别训练，实验包含水平垂直的基准任务，以及更具挑战性的45度与135度斜向辨别。每轮测试中，受试猴需要观察一段持续 1.6 秒的噪声纹理，随后系统会通过眼球跳动来锁定它们的方向决策。这套流程让科研人员能全程追踪大脑从生疏到精通的动态变化。为了捕捉视觉皮层 V4 区的神经信号，研究人员植入了96通道的微电极阵列。这套硬件设备每天能稳定记录超过80个神经元单元的活动。在长达数周的观测期内，实验完整记录了动物从初学到精通的4个阶段。这为分析视觉皮层在不同学习周期的信息演化提供了高精度的数据基础。为了衡量神经元之间的默契程度，科学家引入了费希尔信息量。洗牌后，信息量代表将神经元视为各自为战的独立个体，并将它们的能力进行简单的物理叠加。而真实信息量则反映了神经元相互纠缠、相关联后的实际输出。通过对比这2项指标，研究者能够精确量化大脑网络中神经元之间的协同效应。在数学定义上，信息冗余度等于洗牌后的理论总和减去真实协同输出。当个体的理论信息总量超过了系统的实际输出时，就说明神经元之间存在重叠共享的信息，这些溢出的部分极为冗余。它反映了神经网络在传递信号时，不同单元对相同信息的重复覆盖程度。令人惊讶的是，实测数据彻底颠覆了冗余度随成绩提高而下降的经典预言。在长达数周的训练中，2只受试猴的神经冗余度均在学习后期出现了激增。数据图表清晰显示，在第50次训练任务之后， Monkey 2和 Monkey G 的冗余指标都呈现出陡峭的上升趋势。这标志着大脑内部的信息组织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揭示了学习表现与冗余度之间的强正相关。在不同任务阶段的4个散点图中，回归线均呈现明显的斜向上趋势，相关系数最高达到了 0.74。这组数据有力证明了任务表现越好，神经元之间的信息限制性相关就越强。大脑内部的这种深层联系实际上是取得优异成绩的底层基石。值得注意的是，冗余度的激增并非被动的硬件改变，而是大脑的一项主动技能。柱状图显示，只有在主动执行任务时，学习晚期的冗余度才会大幅跃升。如果只是让受试猴被动观看同样的画面而不做任务，冗余度则完全没有增加。这说明这种冗余是一种主动调用的动态推理状态，而非物理连线的永久固化。冗余暴增的深层原因在于个体神经元能力的觉醒。折线图对比了学习的不同阶段，发现代表整体信息量的蓝色曲线基本保持稳定。然而，代表单个神经元编辑信息的黄色曲线却以陡峭的角度快速飙升。这意味着冗余的增加并非整体信息变少，而是因为个体神经元的信息增长速度远快于大脑整体信息的增长，从而导致了大量的信息重叠。从贝叶斯视角来看，这种信息共享源于自上而下的生成式推理。大脑高层会将关于任务的先验信念通过反馈网络广播给底层的感觉神经元。
当底层神经元融合了这些全局指令后，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共享相同的信息。这种机制直接解释了为何在学习之后，神经系统内部的冗余度会随之上升。为了验证这一机制，研究者构建了一个包含256个神经元的虚拟贝叶斯生成模型。实验发现，该模型的演进规律与真实猕猴的实测数据表现出完美共鸣。图表对比显示，随着学习指数增加，模型与大脑在相关性及信息量分布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增长趋势。这种模拟精准预测了现实中的冗余悖论，有力支撑了生成式推理的解释。这种生成式推断不仅发生在宏观的训练跨度中，更体现在极短的微观瞬间。在时间轴上可以看到，哪怕在猴子做出单次判断的短短 1.6 秒内，大脑依然在进行飞速的信息积累。每隔200毫秒的演进都显示全网级别的信息共享在持续增强。这种在决策瞬间爆发的进化，揭示了大脑处理复杂视觉任务时的实时动态特性。在单次任务的100毫秒量级内，神经元间的默契呈现出惊人的阶梯式跃升。对比折线图清晰可见，早期学习阶段的曲线始终平缓且缺乏整合，但在学习晚期，随着鲜艳信息的快速叠加，金黄色的冗余度曲线从第2个时间段起就逐级跳跃。这证明大脑在极短时间内便完成了内部的信息广播，并迅速达到了协同状态的高峰。在神经网络内部，不同神经元的贡献度并不均衡。研究发现，承担关键任务的高敏感度核心神经元在学习后期展现出了极高的冗余度。相比之下，低敏感度的边缘神经元连接稀疏冗余水平也较低。这说明，越是执行关键任务的核心细胞，越深谙信息共享之道。这种差异化的分布揭示了大脑对重要任务信息的针对性加强机制。这项研究解开了一个困扰神经科学多年的谜团：为什么单个神经元所包含的任务信息往往能与整个个体的行为选择相媲美？答案在于，学习之后，大脑利用生成式推断，让全局信息在个体神经元中实现了全息共享。单个神经元不再是孤立的像素解码器，而是映射了整个网络的集体智慧。这些发现重新定义了我们对视觉皮层的认知。传统观点认为，信息在视网膜上就已经完整，皮层仅负责前馈解码。但新证据确立了动态后验推断的核心地位。感觉神经元不仅在被动处理输入，更在主动计算包含全局信念的后验概率。这意味着视觉皮层实际上是一个高度智能的动态处理器，而非简单的像素搬运工。这项研究还打破了科学界对神经元相关性的传统偏见。过去，这种神经元间的共变性常被视为有害噪声，认为学习的目标就是消除它们。而本研究证明，这种限制性关联其实是信息重分布的必然副产品。它是大脑为了大幅提升个体神经元信息量，并进行全局共享所留下的深刻印记。相关性并不总是干扰它，反而是系统高效运作的标志。综合所有实验证据，我们得到了大脑优化机制的最终拼图。首先是非线性精简，学习并非简单的断舍离，大脑会根据任务需求调整策略。其次是动态推断，通过自上而下的反馈驱动信念传播。最后是主动冗余系统，通过增加信息重叠，让每一个个体神经元都能拥抱全局智慧。这3大支柱共同构成了大脑在处理复杂视觉任务时的高效运行逻辑。这项关于生物大脑冗余机制的研究，对下一代通用人工智能的架构具有深远启迪。当前 AI 架构往往痴迷于特征解耦与去冗余，力求系统极致精简。然而，百万年进化的生物大脑却选择了增加冗余的生成式推理。这种主动冗余不仅提升了信息的鲁棒性，更让局部单元具备了全局视野。这或许为破解 AGI 的智能演进瓶颈指明了全新的技术方向。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最终确认，视觉任务学习会增加神经响应的信息冗余。这种变化源于贝叶斯生成式推理的驱动，使得全局信息在单体神经元中实现全息共享。这一成果不仅颠覆了视觉皮层的传统认知，也为未来重构更具生物合理性的智能架构提供了核心依据。